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做梦都没想到《浴火之路》才播3天，自己口碑一夜塌房。2024年国庆期间上映的电影种类繁多，其中排名前3的作品分别以感人至深、激情四溢和吐槽点众多著称。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存亡之战》是一部激昂爱国情怀的影片，深深触动了人们心中的爱国情绪，因此获得了优异的7.5分。小建议：观影时若能完全不去注意朱一龙和辛柏青不像父子，反而更像兄弟的表情，心情会轻松许多。陆川的人品待考，编辑和逻辑能力极其差劲，他执导的749局简直糟糕透顶，用拉到裤子中的评分来形容也不为过，结果只获得了观众5分的评价。赵丽颖从电视行业转向影视领域，她参演的《浴火之路》获得了观众们的心理安慰，最终评分为6.5分。毕竟直言不讳的观众调侃道：“编剧不要叫尚可了，应该叫差得远。”不过笔者走进电影院观看了《志愿军：存亡之战》749局和《浴火之路》后，只能感慨某些情感充沛的场景，在激昂的背景音乐衬托下，确实让笔者泪水夺眶而出，甚至消耗了好几包纸巾。然而，当编辑的激动情绪平复后，回顾3部电影中的演员表演，不禁感叹：有的人被压制得惨不忍睹，而有些人则天生就是影帝。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中，当欧豪牺牲的那一刻，他在闭上眼睛之前展现了尘埃落定、歇息片刻与遗憾的情景，显得非常真实和自然。呆若木鸡结合一惊一乍，就如同《浴火之路》中赵丽颖在经历7年的误以为终于找到了女儿时，她所展现出的震惊画面，让人联想到聋哑人的境遇，显得有些熟悉。不得不提的是，看到赵丽颖合不上嘴、惊讶的表情以及那迷离的眼神，我瞬间想起了第20条中悲伤欲绝的场景。难怪许多观众毫不留情地说道：“赵丽颖还是回去拍电视剧吧，回到你的舒适区。”有几千名观众直言不讳地表示，赵丽颖看上去呆若木鸡，仿佛像一个无生气的人。在《浴火之路》中，7年前李红英的女儿被陆永安出卖，此后她又一次遇到了前夫，并相信他能够找到女儿。然而在再次受骗后，可以明显看出赵丽颖的表演显得有些生硬，在愤怒至极、哑口无言的状态下，只能从赵丽颖那张白皙光滑的脸上看到伙食不错的字样和一点点泪水，显得异常虚假与敷衍。演技的高低往往需要通过比较才能看出差距。当陆永安将李红英诱骗进人贩子的车厢时，他那2只斗鸡眼、卷起的舌头以及疯狂扭曲的面容，展现了他本性的真实一面，这正是一个迷失的赌徒无法自拔的表现。然而，赵丽颖生硬的表演和消瘦的身材不仅限于此，这种状态贯穿了整部《浴火之路》。就如同李红英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偶尔会接一些色诱的生意来骗取金钱一样，导演对赵丽颖的干瘪身材也过于高估了，她的形象在360度角度下都无法显得妖艳或性感。当镜头聚焦在赵丽颖身上时，明显可以看到她使用的高光粉过于浓重，使得脸颊和下巴之间形成了显著的分界线，这让赵丽颖看起来仿佛老了10岁。整段过程中，赵丽颖那种女汉子的眼神，直接驱散了李红英妩媚而娇小的气质。要谈到哪位女明星在红色裙子中显得格外性感吸引眼球，杨幂绝对是一个可提及的例子。尽管她的演技同样不佳，但身材却相当出众。观察杨幂那诱人的蜜桃臀、丰盈且起伏的上身，以及那双闪烁着魅惑神采的眼睛，这便是性感女性的魅力展现。
谁能想到，赵丽颖换下那条性感的红裙后，身穿朴素的像个良家妇女的衣服时，立刻显得就像一个沉迷于夜生活、精神状态极差的不良女子。李红英之所以出现在荒郊野外，看起来像个不良少女，是因为赵子山花钱雇她色诱人贩子和寻找赌徒陆永安。在他们奔波的过程中，李红英因被诈骗而失去了赵子山所付的报酬。她严肃地再次向赵子山索要酬劳，却遭到拒绝，愤怒的样子就像小情侣在争吵一样。明明是纯粹的金钱交易，毫无感情可言，却偏被赵丽颖那温柔动人的眼神和她如同哑巴般的表演搞得乌烟瘴气。不得不提的是，赵丽颖不仅未能展现李红英绝望的内心情感，她饱经风霜的形象也没有做到真实还原，反而让她之前接地气的人设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在2018年的电影《找到你》中，马伊琍所展现的下垂眼袋、深邃而复杂的目光以及苍白的面容，真实地反映了苦命母亲的生活状态。赵丽颖扮演的李红英，她在经历了1000年的艰辛寻找女儿之旅中，不断哭泣和劳苦，但她的脸上却布满了胶原蛋白，展现出极高的时尚感。这一切似乎显得非常不真实。值得注意的是，赵丽颖那生硬的演技和瘦弱的身材，在赵子山与崔大陆因一瓶水而争执时发挥了作用。从远处看，李红英作为局外人的冷淡态度十分明显，这种情绪真实而自然，正好与她因失去孩子后变得冰冷的内心相契合。一位直言不讳的观众称，刘烨的演技让我非常震惊，而赵丽颖的表现根本无法相比，真搞不懂为何她会受到如此高的赞誉。主宰的刘烨打着擦边球的肖央，当镜头对准刘烨时，他那极为扭曲的面部表情、愤怒的目光以及流露出对李红英贪婪厌恶之感的神态，显得格外生动。然而，上述这张图片并非刘烨在《浴火之路》中表现的最为精彩、最耀眼和最惊悚的时刻。刘烨最为震撼的瞬间，是赵子山找到致使他儿子去世的人贩子时，眼含泪水却又毫不留情地说道：“我是来要债的。”那一刻的气场实在令人印象深刻。当赵子山用胳膊将人贩子勒住时，那种歇斯底里的表情和对一切的不屑中，令人看到了他内心的仇恨以及宁死不屈的决心。观赏了刘烨出色的表演后，不禁感叹，3金影帝果然名副其实，实在是当之无愧。说实话，小编去观看《浴火之路》时，最开始是为了赵丽颖，但意外被刘烨那条整齐的额头疤痕和浓烈的男人气息所吸引。志同道合的观众们表示，当初也是冲着赵丽颖去看的，没想到被刘烨给圈粉了，不愧是影帝。刘烨的演技可谓出色而引人注目，然而作为男主角的肖央似乎显得有些逊色。同样失去孩子的崔大陆，当他看到流浪儿与自己孩子身高相仿，陷入回忆之际，如果没有伤感的背景音乐，只能看见他在发呆或似乎还未彻底睡醒。然而，肖央那双神秘的眼睛和夜夜狂欢的面容中，隐约流露出一丝惆怅与倦怠之感。结语：观看完《浴火之路》之后，你们认为赵丽颖的电影事业还会顺利吗？依然如观众所言，赵丽颖的台词和演技都是灾难，看得人如坐针毡呢。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气势恢宏的志愿军存亡之战，还是在看那令人无奈吐槽的749局呢？